用人工智慧做设计是什么样的体验？究竟是会抢设计师工作，还是会让我们提早下班呢？ Hello， 我是设计师 Riven。前几天收到了 Microsoft Designer 的早鸟封测邀请信件，这是一款 AI 人工智慧生成图文内容的设计工具，目前正在 Beta 封测中，可以制作平面视觉设计的素材，例如社群贴文、简报和行销banner等等。在一般的设计流程来说，这些工作可能会需要数小时的配色、找图、排版等等的作业时间。这几年类似的广泛应用型设计工具逐渐受到重视，像是先前介绍过的 Adobe Creative Cloud Express 和 Canva， 都同样属于人人都可以做设计的好上手设计软体。而最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次 Microsoft Designer 宣布的 AI 生成功能，输入关键词后即可有人工智慧来创建内容，它会自动完成剩下的工作，包含照片、文字和排版等等。前阵子还在看 Midjourney 的 AI 绘图在绘师圈引起腥风血雨，前几天在脸书流行的 ChatGPT 也造成各产业的集体失业焦虑。怎么今天就轮到设计师要被 AI 取代了吗？让我们接着看下去。刚好在科技网络业工作的关系，我自己对 AI 技术在设计软体上的应用发展非常感兴趣。原本以为这个黑科技会是由 Adobe 的 Adobe Sensei 技术来达成，事实上 Sensei 也已经实装在 Photoshop 在内的许多软体里的，不过软体界面不会特别显示就是了，或是一些独角兽新创公司 Figma 和 Canva 来做到。真的没想过会是微软这个陪伴我们从小到大的老朋友，还连同周边网站和动画展示都做好了，很酷。抱持着软体稽查员的心态，我点开了讯上测试邀请的连结，准备来看看这东西完成度到哪边了。目前 Microsoft Designer 只有网页版，进来之后看到的界面有可以输入标题，还有选择配图和右侧说明动画。在这边我们试着输入词汇，它就会根据这个文案来产生几组相对应的版型。而比较有趣的是，下面还有一个 AI 关键字生成图像的功能。比如说我想要搭配设计工具的图，只要输入关键字并加上一些辅助描述词，这边会有人工智慧的引擎根据输入的内容渲染出几张图片。选择之后等待一下设计生成中，就会产生对应的图文搭配。如果觉得不适合，就再换一些关键字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简单设定一下筛选，包含颜色不同的选择以及版面尺寸的大小。选到想要的设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个步骤，可以编辑这个设计的页面。到这边看到右侧版型还可以随时做更换。Microsoft Designer 的编辑界面跟一般工具差不多。那我们常说排版就是文字和图片的排列组合。先来看一下图片，我们还可以选择置换成其他张，这边会有推荐相似的图片。配合选到的照片，右侧也会继续配对适合的版型选择。在这里照片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处理，有比例裁切和套滤镜、修改系数，以及去背和背景模糊等等。如果还是选不到，可以自己上传照片，或是再使用 AI 出图的功能。比如说我想要一张哈利波特感的车子，就可以尝试去生成看看。如果你也玩过 Midjourney，这个咏唱技巧应该会比较熟悉。说到这个，我们最近也要做个影片来讲 AI 绘图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订阅一下频道哦。说回来，我自己觉得产图这部分现阶段还是有更好的工具可以用。那说到文字部分，我们这边看一个新的设计页面，试试看输入中文，这边当然可以再去修改文案。不过目前的中文字型几乎能说是没有，所以原本以英语系为主的版型产生之后都还是要重新调整。不过可以随时换版型和选照，还有随机产生的灵感版型和推荐的数据样式，这部分真的蛮贴心的，玩起来的体验实在是挺不错。而除了文字和照片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放置插图的元素进去。不过这里的素材资源库好像稍微比较弱一点，风格相当的过时，应该说是蛮复古的，初估至少回收到20年前的图像感。用到这里才意识到，对，这是微软做的。顺便说一下 Microsoft Designer 目前的缺点，比较大的是使用过程中 bug 还蛮多的，很多时候会有界面和功能上的异常，但毕竟是测试版，我们身为白老鼠就当做帮忙抓个漏就好。
然后就是我觉得配色风格这里做的也怪怪的，也不是说真的可以更换整体的色彩配置，大概是这样。不过我觉得问题也不大，这些小事在开发上修改调整也不是太困难，所以未来正式版的 Microsoft Designer 出来一定是更好用的，应该啦。那最后点击右上角可以输出档案和分享至社群，以上大概就是目前测试版可以玩到的界面和功能。设计软体用 AI 套进化是挡不住的趋势，在创作上使用的素材若是能够有人工智慧帮忙，并且相关授权得宜，那会是整个业界的颠覆事件。对于不是设计相关背景的人来说， Microsoft Designer 的产品定位可以协助他们创作超过能力范围的图像，而对于专业设计工作者来说，只有可能加速或取代部分设计工作。虽然现在测试版本以视觉设计产品的角度来看，可能有些不尽理想，同样都是泛用型设计工具， Adobe 的 Express 能产出更多作品类型，而 Canva 在版型选择上也多更多。但这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标准答案就在那边，抄个作业就解决了。更何况 Adobe 和 Microsoft 的业务合作关系本来就还不错，有个自由生当同班好同学是何其方便的事情。我觉得 Microsoft Designer 现在可能更像是会嵌入 Office 系列的应用之一，比如说导入 PPT 内的辅助功能，协助简报制作流程。以目前阶段来说，可能还无法独立成一套成熟的软体。不过在设计上使用 AI 生成技术下的这一期先手非常重要。要知道在 Adobe 和 Canva 的开发消息当中早就出现过类似的概念了，但都没有比微软更快公诸于世。要是将来有一天微软真的能将 Microsoft Designer 打造成一款设计软体，那关键肯定在于微软和 OpenAI 的投资合作关系，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独家人工智慧体验。毕竟 AI 本来就是给现在科技、网络和软体业的一道降维打击。Microsoft Designer 的新功能是采用 OpenAI 所开发的影像生成 AI 技术，使用者只要在这个 AI 制图模型中输入叙述文字，就能产生对应的图片。看隔壁棚 ChatGPT 这几天制作可乐的受欢迎程度，不仅会对同一家公司弄的人工智慧有许多想象空间。我觉得正如 Microsoft Designer 所释出的新闻稿，身为一名设计工作者，当然最期待的就是使用人工智慧做设计。可能说到这个，很多人联想到的是中国2017年双11出现的鲁班人工智能。不过说实在，仔细看了看所谓的1秒产8000张 banner， 大多还是各种颜色和 layout 的排列组合而已。我们所期待的 AI 做设计可能是更酷的呈现，特别是今年我自己玩了超过半年的 Midjourney 之后，对于人工智慧在美术的应用期待来到前所未有的高，最好是只要输入需求、运算渲染、输出结果然后下班。Microsoft Designer 的产品概念很不错，即使现在的运算模型还没有那么聪明，但这东西只要方向对了，等 AI 被训练起来就会有爆炸性成长。我自己是非常期待能够取代设计师的基础工作，毕竟我们的天职应该更多是在创意和艺术的展现上，才不是整天做美工呢。当未来正在发生，当 AI 能够做设计、绘图、写程式、做影片、3D 建模，我们身为专业的设计工作者该如何面对科技和技术带来的风口浪尖？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可能是经历了网络诞生、智慧型手机之后的下一个时代推动。人工智慧浪潮势不可挡，与其恐惧溺毙，不如享受在其中吧。看是要乘风冲浪、自由潜水，还是滑 SUP 都很不错啊。我是设计师 Rube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